早上7点，快7点，对，出门咯。哎呀，各位观众久等啦！终于呢，今天我们的这个南横之旅下集第3天、第4天要正式的出发啦。那这一天呢，我们一样起了个大早，还没7点就要出门，因为呢想要争取多一点这个阳光的时间。然后大家看我头有点趴趴的哈，因为好奇怪这个南台湾这个恒春半岛这边风很大哇，然后呢我们就是骑着呢，现在就来到了这个要去鹅銮鼻灯塔的那个岔路所以我左转上了台26线，就来到了这边是龙盘大草原。哇，实在是太辽阔太舒畅了。环岛过2次呢，这个风景只有这边有啊。赶快把握住好风景跟阳光，跟 CB300R 来张美照吧。好，就继续沿着台26线，很单纯的，然后很舒服的，一路的往前骑。哇，大家有看到这个两侧的这个风景是非常的辽阔。当然这样很舒服很棒但是今天风不知道怎么搞得特别大。绕过这边一次上次来的时候风没有那么大，虽然是海边，风大是应该的，可是应该也没有到那么大吧。大家看我们这个停在这个路边，回头拍这个风景，很漂亮，对不对？但是其实已经风吹到那个车有点快要撑不住随时都有一阵一阵的那个强风、侧风给你吹过来，所以这个人不太敢离开那个机车，只能够坐在车上面。然后再往前走一点点，来到了这个地方是风飞沙，我们去看一下。呀，这个风的强度真的是没有在跟你开玩笑大家看小虎哥非常体贴的这个一个人把住2台车所以才能够让我走到那个风飞沙那一边去，这个好好的来拍照。哇，我们来给英勇的小虎哥掌声鼓励。这个骑车一个人独旅也有它的乐趣，但是2个人呢真的是比较有照应不然谁帮我拉住我的车呢，对不对？好，来到了屏东的满洲，那这边的地名由来之前有跟大家说过其实是原住民话这个谐音过来的，满洲好像是一个臭味的意思好，那这边我们呢因为要去加油，所以呢导航把我们导往左边这条路这个小小的路这样子骑上去，2侧也有广阔的平原，也是很疗愈的。然后在这边接上了所谓的省道稍微右转一下就是我们的中油加油站啦。我们都习惯早上先加好1整桶油，然后那1桶油呢就够我们跑今天1整天。因为我们这2台车都是一般的黄牌，也不是特别耗油的红牌所以呢1桶油大概都可以跑200多公里。那我们就到这个满洲的这个市区里面来在全家简单的吃个早餐。这个5月初的天气大家看虽然是这个阳光普照，但是那个时候还是蛮凉的那时候的影片拖到现在都端午节过了，现在感觉看到太阳就觉得超热的，对不对？好，那好不容易骑了很长的一段山路，就来到了这边是港仔，应该是台语了这个应该不是香港话，港仔因为呢刚才都在山路里面，所以现在整个骑出来，哇，看到大大的港，觉得好辽阔这个整个内心都解放开来了。就在刚才那个休憩区的旁边呢，有一个标沙达人，这可能是一个店家那他的这个门口他有摆几个装置艺术，我是看到那个 FB 社团很多人来这边拍照，所以呢我也不免俗的，既然经过了，就跟小虎哥来这边拍照一下。大家看这个小虎哥爱心比得很完美今天风很大如果我是一个人来，可能就没有办法留下这样子的纪念照了。真的很谢谢小虎哥。再往前走一点点，就会经过这个中山渔港
非常一个小巧可爱、非常亲民的小小渔港。哇！但是这边的马路紧贴着海岸，哇，就觉得风景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这个就是一定要骑车来旭海这附近呢，才有办法享受到的啦。上次一个人环岛走这边的时候是风雨交加，那今天虽然没有阳光普照，但是至少没有下雨，我就觉得还不错啦。风还是很大，大家看小五哥也不敢离开他的这个机车，我呢这个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冒着倒车的危险勉强照了一下，不过还是很感谢，留下了非常值得纪念的照片。好，虽然这个风力已经不知道高达几级大家看那个海浪也都是哇，那个浪花白白的，但是呢这个海岸的风景还是很不错的，让我们好好的来欣赏吧。经过这个 Google 地标叫做旭海沙滩，上次我在这一边停留了一下，那个时候真的是蛮惨的啊。然后呢，再走这个199甲往山里面，然后再转这个199县道，就会来到了寿卡铁马驿站。哇，这边就是跟这个旧南回交接的地方哈。我跟小虎哥在这边简单上了厕所，然后呢喝点水。帮很多人拍照之后，那我们就继续的要出发了。经过这一个小小的牌子，就进入了台东的达人乡。这边一直走台九雾就是走这个旧南回，弯弯曲曲的，也是蛮有乐趣的。骑完了旧南回，再次接上台九线，哇，这边就一直沿着海岸一直往北骑了。然后这个地点呢，这就是这个收集这个里程碑的那种感觉了哈。台九线的420K 9420就是爱你啦！这边又有一个幸福公路，这个公路总局做的一个吉祥物，还不错，拍照蛮好看的。接下来就是一长串的海岸线的台九线啦。那这边这个地名叫大鸟，之前我的影片也有提到过。然后呢，台北骑士他也到大鸟村帮这个国小做一个这个反毒的生活营的这个拍摄跟这个地方本来是没有任何的缘分，但是因为骑车的关系呢，经过这个地方变得有话题了，我觉得蛮有意思的。台东的这一段台九线啊，它有很多的路段都是高架起来的，然后也没有什么红绿灯，速限呢，算合理记得好像都是70左右吧，所以大家都很顺的开，很顺的骑，所以骑乘起来是蛮舒服的。很快就来到了这一个金轮大桥了，左侧那一边呢就是金轮社区，或说金轮部落吗？之前只有匆匆的经过，这一次呢就想说跟小虎哥过去那边找找看有没有东西吃，想要感受一下这个质朴的社区。机车旅游的时候呢，我蛮喜欢这样子，算是去漫游在一个很陌生的地方，让我去感受看看，明明都是一样的台湾这块土地，他们这边的生活是什么样子，我蛮喜欢这样子的好，来到这一个千载轮桥上，它可以在这边远眺那个金轮大桥在这边拍照也蛮好看的金轮大桥也骑过2-3次了，但是从这个角度看过去，那倒还是第一次呢。刚才说了本来想在这边吃中餐的，但是那些店好像都没有开所以呢，只好离开这个金轮社区，然后呢，继续的来往台九线旁边的太麻里乡来前进啦。那我们就继续走着这一个高架桥的台九线，哇，从上面往下看，真的风景非常棒，远远有那个海湾这个景真的是价值100万啊！然后这条道路好像直冲海里，对不对？哇，真的太舒压了。好，在这个岔路呢，从左边骑进去，就会骑到太麻里乡的市区咯。那我们其实也是随便乱找的啦就找到一个香香牛肉面。这个是一对年轻的这个不知道是兄妹还是夫妻他们经营的，可能是接手这个老妈妈留下来的面店吧。但是手艺好像都有留下来所以整个吃起来是蛮不错的。当然没有到说非常非常高级，但是对于中午肚子饿的我们来说，真是一个救援啊！好，它的牛肉也蛮大块的，好吃。
吃饱喝足了，就更有力气再次上路啦。哇，继续沿着这个漂亮的海岸线前进。来到这个路口呢，我们是要继续走台9线，我们就要左转。那如果直直走呢，会变成台11线，那就是海线咯。那因为我们今天晚上的目的地是池上，所以我们要走山里面。那来到这边，我们有看到左边好像有一堆的，应该是释迦树，因为台东的特产是释迦嘛。来到了台东县的卑南乡了，这边就是阿妹的故乡，我应该没记错吧？好，沿着这个西床呢，继续的往前进，很快来到这边，左边有一个打棒球的那个小小的塔，对不对？那边左边进去就是红叶谷，就是以前有这个红叶少棒队，然后前面那边就是有那个鹿野的一个标志哦。鹿野这个地方一直给我的印象是很不错的哦，因为顾名思义，它应该就是以前有养很多鹿的一个原野哦，所以呢，这个原野嘛，视野是非常辽阔的。然后旁边又还有这个高高的山，鹿野高台，上面都可以放那个热气球，有没有？所以我一直觉得这边是一个很漂亮的地方。来到了台东的关山了啊，既然都来到关山，我就想来吃一下臭豆腐。但是原本我们找的那一家呢，它在那个市场里面，那今天市场没有开，那刚好在路边就找到了这一个乡村臭豆腐。但老实说呢，炸的有点硬。那时间已经来到下午3、4点了哦，那继续前进，很快就要来到了台东的池上乡了。那这边就是今天晚上我们要住宿的地方。那一来到池上就看到很广阔的稻田，哇，真的是名不虚传啊。虽然在花莲啊，在一些其他地方也有很广阔的稻田，但是这一边真的是算是我要做一个人生的解锁，因为我从来没有去过伯朗大道。刚才那个路牌说什么金城武术往里面，那其实我们没有往里面骑，因为我知道啊，那边应该都是只能骑脚踏车的，我们不要骑摩托车去那边给人家挡啊，所以我们就先在路边先拍一组稻田的机车美照再说，待会再来去我们的民宿 check in。池上这个地方其实很小哦，骑一段路呢，很快就来到了我们今天的民宿苏菲的家。可能是这个民宿老板娘叫做 Sophie 苏菲，是不是？我选择她呢，是因为她的这个楼上有那个2个单人床的房型，虽然是在4楼提着这个行李爬上去有一点点累，不过呢，2个大男生还是要分开睡才能够休息得好吧。那它外面的阳台呢，正因为在4楼，所以景观也蛮漂亮的哦。那在这边呢，先自拍一张再说。刚才有跟大家讲哦，这次来池上呢，要顺便解锁一下伯朗大道。那我们的民宿呢，因为它有免费提供脚踏车，虽然这个状况不是说非常好啦，但是可以骑啦哈。所以就趁着天还没有全黑，就赶快骑着他们的脚踏车要去这个伯朗大道绕一圈。哇，真的骑起来还是蛮舒服的哈。首先第一个点就来到这边是锦源洗衣亭，那这也是看人家那个网络有介绍过的啦。它的2楼呢，也算是一个展望很不错的地方。上来之后忍不住赶快拿出相机大拍特拍啊！哇，这个树大便是美，对不对？所以那个拍起来就是很漂亮，怎么好像有点山水画的感觉，对不对？那后面的山一层一层的，哇，真的很漂亮。所以啊，这边的米，真的是会比较好吃，是有它的道理的。那因为伯朗大道都只能骑脚踏车进去嘛，所以这边有很多租脚踏车的商家。然后终于来到了这个路口了，这边转进去骑一下下就会来到了伯朗大道的画框这个地方，就算是它的入口了啊。那大家看我在这边拍照，为什么这个画面一直往左边斜呢？因为我本人就是斜的啊，所以我在这个画框里面拍起来呢，我这个 GoPro 拍出去的画面就歪掉了，真的是留下蛮有趣的回忆。虽然今天已经算骑了一整天的摩托车，可是呢，这个时候继续骑脚踏车，怎么觉得好像体力是越骑越回来？因为那种很自由奔放的感觉，哇！我觉得我好像那个 Alan 大家知道那个晋级的巨人吗？我は自由だ，我是自由的，在那个稻田中间这样骑过去，真的很疗愈耶！哇，好神奇哦！那个本来已经很疲惫的呢，瞬间都满血复活。
那今天还有最后一个金城武树要去解锁哈，但是当我们前往那个树的过程中呢，看到有人用无人机在工作耶。这个好处就是以前都是要人踩进去拿那个那个后面自己飞的。然后你看哦，他这边喝水哦，他没有遥控它，我猜他有是记忆那个地平，就是说，对对对，应该 GPS 有设定，对，就像扫地机器人一样。对，超点。对吧？不用控制。对，喷的农药又被自己的螺旋桨抽起来，你看到？那就是他其实那个他有算那个面积，然后你就把那对个路线规划几次，就大概就喷完。好好玩啊！它都走直线，就像画棋盘一样，有没有？然后画到这一场，然后地也不会超过，在那边也是它业务范围，它就继续飞，有没有？有趣，飞。哇，我是第一次看到人家用那么大台的无人机在工作撒农药，那也是第一次来到这个金城武树下拍照。I see you 就是当年长荣航空的口号。那这边虽然是奉茶树呢，但是这个茶壶它是装饰用的，不能拿起来倒水的。一些重要的点呢都已经解锁了，可是这个时候竟然骑起来有一点意犹未尽，就很想要在这个一片稻田里面给它迷路下去哇，又从远方看到刚才那棵金城武树，这样远远的拍照也蛮诗情画意的，对不对？本来我有规划说，是不是6月再来池上走这个南横，那就可以顺便看到他们的这个黄澄澄的稻浪。但是呢，我这次5月来，我发现这次来真的是对因为6月会太热，那5月呢，至少也可以看到绿油油的稻田。在想要你摸它，对不对？它在你面前拱背就是这样。真的回到了池上的街区，我们简单吃了一个炒饭，然后吃了一个冰，就早早的要休息，准备迎接明天的挑战啦。规划了2年，难上加难的南横之旅，终于就要在今天正式的启程啦。好，早上大概5点半吧，我们就起来了那首先第一站，先去买这个大佛水煎包。这家店呢，它就只有一个产品，就是1颗25块的水煎包。但是我觉得好店名店就是这样产品是非常的单纯，但是又让客人呢舍不得不买。为什么要先买呢？因为这个要带上去南横在上面吃的那我们的早餐呢是来吃这个汉堡大师，因为民宿它有给我们这个兑换抵用券所以就在这边吃一个早餐，储存好今天上山的力气啦。正式的出发啦！首先呢，我们要离开池上的这个街区，然后要往海端乡来前进。其实呢，要上南横公路台20线也不见得一定要走这一边啦。但是我就很想要先从这一边，要过这个桥，这个桥叫做出来桥这个地名叫做出来啊。那这边有一座桥就叫出来桥，真的听起来好像出来桥出来桥，真的是很有意思的地名这个人生活了大半辈子啊，发现社会上很多事情其实都是一个桥字大家都出来桥，就会有一个比较理想的结果。那说的好听一点，就是要好好的协调啦。好，穿上雨衣，我们先出发吧。哇，正式的踏上了南横公路，这个心情非常的忐忑啊。虽然呢不知道今天山上的这个天气怎么样但是呢还是来都来了，还是想要挑战一下，征服一下这条公路。那这个南横公路跟北横有点很大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它刚进这个入口处的时候哇，那个山势就已经很辽阔，非常的漂亮了这个台七线这个宜兰那一边的一些路段呢，当然也漂亮，可是这边的山是更高更密集的，所以才刚往里面骑一点点，就已经惊呼连连了。哇，这边很漂亮小虎哥这边很漂亮哇，真的是没有来错，这个不枉费我规划了那么久5天4夜
哇，随着这个地势越来越高，这个能够看到的景色呢，也是越来的越不一样了。骑了一阵子之后呢，就来到了今天所设定的第一个休息的景点，这边就是天龙饭店。然后呢，你要去那个所谓的天龙吊桥啊，要从它的饭店下方走这个小小的斜坡下去，这个蛮特别的设计哈。好，在这个天龙饭店的正后方就有这个天龙吊桥。我跟小虎哥有仔细看了一下它的这个桥墩后面有做了很多很稳固它的一个设施，所以走起来是蛮令人放心的啦。但是它这边的景色，哎呦，真的是非常高啊！从这个桥上看下去啊，真的有点心惊胆跳的，真的是非常的险峻啊！所以这边的这个河谷啊，哇，真的是看了令人觉得非常的赞叹。这条溪呢叫做新武吕溪它就从南横的上游这样一路的流下来，是新武吕溪不是护鱼吕溪大家有没有看那个悠悠白书护鱼吕兄弟不是我们两个啦好，经过了这个雾路桥，右边就是那个雾路峡谷。那我们走这边绝对不要误入歧途啊！开玩笑，谐音梗了哈。雾路好，这是这边的地名。那这个管制呢，其实很快就过了哈。那前方因为有工程，它是不定时的管制的。那很谢谢这些工程人员在这么危险的地方，然后呢摆上他们的时间这样来帮我们维修，帮我们管理这些地方。这个小姐姐也未免骑得太快了吧？刚刚发生什么事啊？这个南横公路啊，真的我觉得处处是美景特别是我选择东进西出，我觉得是选对了。早上太阳从东边照过来啊，所以我们去到很多地方看起来都觉得蛮漂亮的耶。好，来到了力道部落了。那力道这两个字啊，不是有利于稻米生长的意思这边其实力道这边是布农族原住民话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是什么黏糊糊的琵琶蛮特别的啦力道那我们在这个路边呢常常骑一骑就停下来看一下，骑一骑就停下来看一下。哇，现在这个山里面的雾气越来越大，感觉非常的神秘啊。那大家也有看到开始有一点地湿了所以我跟小虎哥也是越骑越冷呢所以忍不住赶快那个雨衣雨裤全部都拿出来穿了。摩天这边据说以前是有很多的森林不过呢后来这边都改种很多的高山的作物蔬菜，所以呢就变得视野比较广阔，可是就没有那些森林了。哇，这些雾气真的是非常的梦幻那对面的山上有雾气显然我们这座山上也是有啦那我们就是越骑越高，就整个骑在雾里面，然后后面的雾哇，整个还越来越浓，已经快要伸手不见五指了。这个真的不是只有我的这个 GoPro 被这个雨水挡住的问题而已我们那个安全帽镜片上也全部都是雾气，哇，真的是人生第一遭啊。不过还好呢，过了那一段小心骑以后呢，来到这边就出太阳了。那这个不是滤镜大家有看到还蛮梦幻的感觉这边呢就是向阳管制站果然这个地如其名向阳常常是出太阳的天气的感觉。那这边刚好看到有2位，他们好像是双胞胎兄弟，安全帽、防摔衣还有他们的车子都一样，哇，真的好特别他们已经40多岁了，还会感情那么好Honda 的 XADV 其实就是小虎哥的梦幻车款会不会有一天我们2个也变成那个样子呢？好，正式的穿过这个向阳管制口了，哇，真的这个感觉越来越兴奋因为这边再往上骑一点点，很快就会到达关山垭口了。哇，心心念念的这个关山的这个云海，果然没有让我失望真的出现了。哇，这个就叫做什么人品大爆发，是不是？真的是太感谢了这2年来的规划，还有这次这个5天4夜的这个规划，真的是没有白费能够看到这样子的大景我真的觉得是天时地利人和。天时，你要先那个天气好对不对？而且要那个山上不能有这个崩塌
那前阵子不是花莲还地震嘛，真的很怕南横也地震也崩塌，那就为了安全又不能去了。那地利，你要尽很多的这个自己的责任啊，你要做好很多的功课啊、找路啊等等的安排。那人和刚好这次有小虎哥可以陪我一起来，这个上高山呢就觉得没有那么可怕，还可以互相照应一下，真的很不错。哇，这个远远的这个大山，虽然它是这个大崩壁可是乍看之下有一点点觉得我是不是来到欧洲啊？那边上面是雪吗？那种感觉。虽然是这个北横、中横、南横，它有各自的美可是南横这边给我的感受就是，它真的是一个比较粗犷、比较雄性的那种岩石的山的感觉。哇，真的骑在这个路上啊，这个太疗愈了，哇，太新鲜了。要不是南横很远我可能常常会来。像我们北部的人呢，就是常常去北横，可是北横就是比较这个容易下雨啊，然后路很小条，对不对？南横就不会我有遇到那个高雄的车友啊，哇，他就是一日高雄这样子南横南回就可以回到家了，好羡慕他们啊。好啦，终于来到了关山垭口。那我知道有很多人说，那个手机打字的时候要打雾才会出现那个字，但是呢，Google 了一下，网络都说要叫做垭口，我觉得是念垭口才对了，不然要有一个雅字在旁边干嘛呢？对不对？哇，跟小虎哥终于征服了这个地方，然后也如愿以偿的看到了出大景，有云海，还有大大的山真的非常的感谢啊！垭口2722米的高度，但是给我们的这种震撼感跟满足感，不输给这个武岭那边3275公尺的高度哇，真的这边很特别啊！我真的是太喜欢山了哇，跟小虎哥整个兴奋起来，大拍特拍。大家有没有看到后面那片云海？真的今天太幸运了。我们今天是旅程的第4天所以说起来我们已经骑了3天半的车。那还好，我们都安排的还蛮妥当的，没有让自己体力太累，所以上来的时候呢，真的可以很好的享受这个很难得的美景啊。这一集让大家久等大概3个礼拜真的很抱歉，但是大家看到这一些画面，应该觉得很值得吧？哇，太阳真的很大眼睛快张不开了。时间已经是中午了所以呢，就在这一边找个地方坐下来，把早上买的水煎包给它拿出来吃。在山上吃这个水煎包真是满足啊！然后呢，翻过来吃水煎包配云海，真的是很开心啊，很难得有这样子的经验啊。后来我们还爬到稍微高一点的地方那边可以从上往下拍到更完整的云海，然后我来拍了一下这个云海翻腾的缩时摄影，真的很帅气好的，终于成功解锁关山垭口，那就走这个大关山隧道，要继续来前进啦。通过了这个大关山隧道之后呢，出来这边就是高雄的桃园区了。哇，那这边的山在这边也是蛮高的，这个山谷也是很深所以其实还是非常的可观的。那从这边远远的看过去，其实可以看到那边长青祠那边已经看得到了那就是待会我们下一个要休息的地方。东边的南横跟西边的南横给我的感觉其实是有不一样的东边是更多的怎么说呢，比较粗犷的感觉嘛。那西边这边可能就是雨水比较多吗？还是树木可以长得比较高，所以比较有这个草木苍郁的感觉，而且这些树木都好高好帅气啊。看这边这个动不动路边就有这个参天巨木这个就是我很喜欢的啦。经过这边是南横3星的塔关山的登山口，你看那个树干那么粗，然后这边的山势呢还是很高很险峻的，那这边的感觉有一点点跟北横、中横比较接近了好，那就来到了这个叫做快谷的地方。快谷呢，应该就是快木的这个巨木很多的地方吧。那个牌子过后呢，还要再骑一点点才会来到这个地方。哇，在这边跟这个巨木来照相，真的觉得太帅气了。那有一点可惜啦，我们的手机呢没有办法很好的拍出这些巨木的这个帅气的感觉，那就是多少留个纪念咯。继续往前骑，来到这个路口啊，
就发现好多车停在这边哦，然后竟然还有这个野马在那边很高级的车。那我上网查了一下呢，发现这边是库哈诺新山的这个入口处哦，但在 Google 地图上看起来是这个样子的，可是工程人员呢，把它整理成这个样子了，哇，真的是辛苦了哈。刚才那张照片是2022年6月拍的，哇，真的是非常感谢啦，工程人员那么的辛苦，才能够造就这条美丽的南横公路。那当初也有很多人在工程当中不幸的身亡哦，所以也有这个常青祠来纪念他们。好，继续的往山下前进，哇，偶尔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个美丽的风景。那这边的路幅比较窄，所以大家要小心骑哦。骑了一阵子之后呢，就会来到这个梅山口的管制站。那这一边跟刚才那个向阳管制站就是下午2点前你一定要通过，然后5点前你一定要出来。好，那我们没有在这个管制站的旁边那个游客中心休息，反而是呢骑到了这一边，把车停在对面。我们在全家便利商店我们最喜欢有冷气的便利商店，在这边喝一个这个饮料了哈。那墙壁上有这个全家贴出来的这个南横3星。这边也有提到刚才那座山库哈诺新山。好，喝个饮料啊，振作一下精神，也可以说是让我们的这个身体冷却一下哈。因为呢，这个下午的时间，然后我们的高度呢又没有像刚才那么高了，越来越接近这个山下，所以呢温度是越来越高的。然后呢，我们就觉得越来越热，所以呢，这个时候真的是蛮需要喝一杯凉的，休息一下。那稍微凉过之后，再继续走这个道路出来，发现它基本上就在河床的旁边所以这又是一次这个人类的这个工程，来与这个大自然抢道那当然我们不要抢得太过分，就比较不会被反扑嘛还是非常感谢啦，有这样子的一个工程，才有这条路可以让我们上山跟下山。高度又再次的往下降了一些这边感觉就有一点像台北的乌来了，对不对？过了这个地方是叫做宝来2桥，那就进入了他们的宝来这个地方咯。那宝来最有名的其实是这个温泉啊，那小虎哥就说我们要不要来去宝来泡个温泉？他就在网络临时找了一下这个远山望月的这个 villa， 我们就来去简单的泡一下足汤就好了，不然全身要洗啊要什么的，这么热怎么洗得下，对不对？怎么那么容易吸猫啊？它很干净它有人养。泡身体多泡一点。自己带来的吗？这里的。来这个宝来温泉还可以顺便撸猫，真不错。虽然天气蛮热的但是有在这边坐一下泡一下脚，真的很特别觉得好像这个疲劳有点解开的感觉温泉果然有它的效用。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骑到了高雄的甲仙啦，右边这一边呢，很多的房子，这边就是甲仙的街区了。那来到这一边呢，当然要吃一下玉冰啦那我们停在那个店门口的时候，小虎哥的车子啊，这看起来特别帅，还是小虎哥特别帅，所以好多的阿姨全部都围过来，一直跟他聊天就说你这个重机你这个安诺，我的戏称他是师奶杀手啊。师奶杀手，那么多人围着你，没有拍到啊！拜拜。好笑。真的蛮特别的我的也是重机，那阿姨都不会找我聊天，都会找小虎哥。那这一间其实我也是第一次来啦，应该说我人生第一次来到甲仙吧。所以呢，就是网络查了一下评价，来这边吃一下它的这个玉冰。这个吃下去啊，果然是香味蛮重的那个芋头的味道，还有芋头的颗粒是蛮不错的。小虎哥呢，还有外带了一些芋头饼回家呢。吃完了玉冰呢，要离开甲仙，就要经过这个甲仙大桥。
那这个大桥它就整个漆层那个紫色，就是象征这个芋头的颜色嘛。然后快要离开的时候呢，还会看到一个很大的芋头插在那边。好，那接下来呢就会经过南化哦，这个南化呢这边有个南化水库哦，从这边上面刚好有个观景台可以看过去，蛮漂亮的。我们今天晚上呢是要去台南的善化去住这个小虎哥高中同学的家。那随着这个夕阳逐渐的西下呢，我们今天的旅程也就要慢慢的画下了句点了。明天呢就是第5天，回台北的路上呢，其实我们就没有再走山路了。我们呢就想说，因为北上嘛，所以吹南风的时候呢，我们走台61，这个撞风的状况不会太严重，所以我们就一路从善化，基本上就走快速道路回到台北啦。中间在云林口湖休息的时候呢，有去一下这一个最近很夯的1799这边台17线99公里处那边拍照。最后回到台北的时候呢，发现这一次的南横之旅西去西回啊，一共骑了1292公里，哇，真的又再次的这个刷新了我的最高的骑乘记录啦。看了一下天气预告啊，我这个回程完的隔天，全台就要下大雨了，哇，后来就是梅雨季节了，还好那个时候有先去啊。这次的南横之旅呢，真的要非常感谢天时地利人和都能够凑得齐哈。那也要非常谢谢小虎哥陪我骑了那么长的距离。那最后更要谢谢各位观众的收看。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国宝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安妞。